欢迎大家回到 L'Associé Indigo 频道。今天我们要测的主题是：我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目前正在经历地球提频、能量转换，甚至是剧烈转换的阶段，所以我相信有非常多的人都会有面临职涯的选择、感情的选择，这样相关的十字路口的一些疑问跟需要方向指引。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你心中可以默想着你正在面临选择的问题，这可以是跟职场有关，跟感情有关，跟学业有关。然后选一副你觉得最有感应的牌卡或者是水晶。第一副牌组是紫水晶，第二号牌组是蓝水晶，名字我忘了，不过它是帮助开发喉轮的水晶，帮助你学习懂得怎么表达。第三副是绿色的青色水晶，这个是跟心轮有关，可以帮助你打开心轮，接受以及给予爱。第一个的紫水晶就是开启三眼，开启顶轮第三只眼，可以帮助你在梦里寻找宇宙要给你的讯息。好，我们现在来进行一个简短的冥想。这一次呢，我们还是一样用音波来帮大家进行冥想。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你们喜不喜欢这个音波单元。如果觉得其实不需要的话，你们也可以跟我说，下一支影片我会省略掉这个环节。好，我们现在闭上眼睛，深呼吸，吐气，再深呼吸，吐气，清空你的思绪，深呼吸。如果你感觉白光环绕着你，那是天使的光，宇宙的光。吐气，让这道光，让宇宙，让天使帮助你带走你的烦恼、你的疑惑、你的不安。最后一次深呼吸，把宇宙的能量都吸进你的身体里，正向的、光明的，会指引你做出对的选择。吐气，感觉平静，没有杂念。现在我们慢慢的睁开眼睛，看到你面前的这三副牌，你可以从牌的位置选择，或是一个最有感应的水晶去做选择。你可以选择1到2组，根据不同的问题，或者是同一个问题可能会有2个牌卡里面都有需要给你的讯息。选好了吗？我们要开始解牌咯。好，选择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你们选的是这个紫水晶，我把它放这边。我们会先从一些神谕卡来帮大家看你们的个性能量，然后宇宙可能会从牌卡中来给你一些指引，看你是适合做哪些职业，或者是哪一个方向是适合你的。你们首先抽到的是这一张 Forge Don't Follow， 以及2张动物神谕卡 Peacock 跟 Otter。 这张讲的是说创造你
自己的路，不要去盲从，不要去追随别人已经创造的路，或者是不要去等待别人帮你创造属于你的路。这张我等一下再细讲，我先讲这2张动物神谕卡，因为它们代表了你这个人的性格能量。你们看到这2张都是蓝绿色的颜色，蓝色代表喉轮，绿色代表心轮。你们能量平衡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很懂得敞开心胸，接受宇宙万物，也很懂得表达你内心的想法，很懂得跟别人沟通的一个人。但是这是能量平衡的时候。然后选择第1副牌组的人，你们会有水象跟风象的能量就是你们的表现出来的态度可以是，因为喉轮刚刚说你们懂得表达，这可以算是风象能量。风象能量非常懂得去跟别人沟通，让别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或者是消化别人表达的意思，融会贯通。然后水象能量可能也可以代表你的心轮，当你的心打开的时候，你是充满情感，懂得表达情感，懂得让别人感受到你的欢快欢乐，你感受什么，你就会让别人感受到什么的一种能量。那当然你也可以参考，也许你们的星盘里面会有风象星座的成分，双子、水瓶、天秤，然后水象的成分双鱼、天蝎、巨蟹。总体来说，选择第1副牌组的朋友，你们是一个应该大家都很喜欢接近你们，因为 Otter 是水獭吧，我应该没记错。你看水獭在水里面就是很放松，然后好像很享受自己一个人的一个 moment， 然后没有什么事情，就天塌下来他还是一样很沉着、很开心、很放松的感觉。然后 Otter 这张卡代表的是说，你们就是会让人感到愉快，你们的内心有一个内心小孩，你们的内心小孩在平衡的时候会表现出来，然后会有那种有一点调皮捣蛋，但是不是让人讨厌的感觉，是那种会让人觉得你怎么这么可爱的那种调皮捣蛋，然后很懂得在日常生活里面找乐趣，也很懂得让身旁的人开心，从这种小乐趣里面让身旁的人开心，或者可能你旁边的人可能在很严肃的讨论今天发生的事情，或老板对他说了什么，但是你可能会突然从当下的气氛，或者是他讲的话找出一个关键字，然后把它变成笑话，或者是突然逗他开心，做一个举动让他笑出来之类的这种感觉。那 Peacock 也代表的是你们不但会让人感到开心，让自己懂得在生活里找事情让自己开心，你也是一个由内到外非常懂得展现自己魅力的人。你们是内在美外在美兼具的人。 Peacock 就是孔雀。很多人我们在看到孔雀的时候，孔雀开屏，因为它想展现它的美，所以它开屏，但是它的美不懂的人会以为只是它羽毛的颜色，生长的那个羽毛的方向性，它的光滑度好像让孔雀感觉是一个很美的生物，但是其实是孔雀的内在让孔雀知道怎么样去展现，怎么样走出那个步伐，让人感觉到它的自信，然后再顺势开屏以后让人家惊叹它的美，那是从内而外展现的美，不是只有外在的美。所以你们这组人是美丽的小太阳可以这样讲吗？所以你们能量平衡的时候非常懂得
你们是算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也懂得展现自信的人。然后这张孔雀牌也是在讲说，你们能量不平衡的时候，状态不好的时候，你们没有办法去，或者应该是说，如果有冲突的情况，或者是有人对你有怨怼的情况，你是没有办法接受的。然后这些事情会让你能量不平衡，你会没有办法去消化这种负面的能量。所以你如果以前有碰过一些创伤或者是不好的事情，你可能会选择去压抑它，而不去面对它。这张牌也建议你，如果想要帮助自己平衡能量，因为我们人生在世一定会碰到好事跟坏事嘛。当你发现自己能量不平衡的时候，你可以去做去开通你的脐轮，去做冥想。脐轮是肚脐3指下方，你可以运用橘色或红色的水晶来平衡你的能量。当你能量的平衡的时候，你就会回到自信、有魅力，然后就是你会让大家感觉很舒心，看得舒心，然后又可以散播欢乐、散播爱。这张水踏牌就是你是一个，你能量平衡的时候，就是很懂得散播爱，然后也会让现场或在你身边的人感受到那种很快乐，像阳光一样的爱。但是当你不平衡的时候，你会变得非常的抑郁，然后会一直叹气，会变得非常的负面，然后会影响到你周遭的人。所以怎么平衡呢？你们水踏小孩就是如何唤醒你的，重新唤醒你的内在小孩。你可以多参加一些庆典、庆祝性的活动，去参加婚礼，那种会让你感受到欢乐跟爱的场合。或者是去，如果你喜欢跳舞，你可以去 dance party，小心自己的安全啦。dance party 有很多种，不一定要去什么酒吧才能 dance， 有非常多不同的场合可以 dance。你也可以去参加那种舞蹈社团啊，就是各式各样选择你喜欢的舞蹈，什么salsa、tango，5、60年代的那个什么乡村舞都就是各式各样的。让你可以重新感到那种自由流动，然后沉浸在欢乐感受里面的那种活动，都是很适合你平衡你的能量跟脉轮。那这一张，我觉得你们是很美好的人，但是可能因为你们虽然懂得散播美好、享受美好，但是你们有一点点的被动，你们是那种等待别人帮你铺路的人。你们可能会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好像轮不到你说话，或是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的人应该是很有远见，或者是很有想法，但是你们的个性会让你们觉得好像没有必要说出来，好像没有必要分享给人家听，因为你可能自己会觉得这个点子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不重要，或是讲了也不会有人去执行，或者是而你缺少了那个，你很懂得享受在地球上的这个生活，可是你好像缺少了一个去开创的勇气，你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那个可以开创的人。你总是跟随，因为跟随可能压力比较小，跟随别人的步伐，你就是可以坐在后座，然后享受人家的阴影跟果实，你就可以开开心心的继续展现你的魅力，然后以你的内在小孩在这地球上生活。因为你可能会觉得，如果自己要来决定事情，来开创一个新的路，你可能会觉得压力很大，或者是你甚至
会觉得自己不重要，没有资格担任这个开创的角色。但是这张卡要说的是，你们其实是天生的 leader， 你们是天生的领导者，你们有非常多的想法，好的想法。你可能这张卡有很多紫色的成分跟绿色的成分，绿色就像刚刚这2张，你们的心轮是非常打开的，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很多生活周遭的事件，你有可能比一般人敏感，你可以感受到别人的情绪，你甚至紫色，就像我这边的紫水晶，你其实第3眼，你可能有你可以连接高我，你有连接高我的能力，但是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去打开你的顶轮跟第3眼。你甚至可能有的时候会无意识接收到一些讯息，但是你以为那是你自己脑子想出来的，你就把它放在背景，不去理它，没有体悟到那是宇宙要给你的一个讯息，而你应该要去执行。所以这张卡是说，开始去倾听你以为是脑子的那些想法，开始去表达这些想法。如果你现在处在一个事业上好像没有什么动力，好像做着不是很适合自己，也就可以做但是又没有很喜欢的职业事物，感情也是，你可能都是让另一半来帮你做决定，来引领这段感情的发展，你都是在后座，好像在后座看着，就算你不想要去这个地方，但是驾驶开到这边你就接受了。现在这张卡是建议你要开始当驾驶人，抓住那个方向盘，驶向你想要去的方向。你不喜欢这个行业，开始一步一步，先迈出第一步去寻找你喜欢什么行业。如果你不了解自己，给自己时间去探索各式各样不同的职业，没有什么事情嫌晚。我知道年纪越大，就会越没有安全感，越觉得自己没有那个 luxury， 没有那个时间浪费去探索自己适合的是什么。我非常了解，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但是宇宙要告诉你说，是时候了，现在不会太晚。如果现在看到这一则塔罗，他们就是试图要告诉你，开创吧，当你自己的领导人，不要去只是追随别人已经开拓的道路，不要别人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别人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其实自己很有想法，你应该要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勇敢一点，因为你开创的这个道路不是只为你自己，而是为之后的地球人，你的下一代。你可能会发现一个新的行业，一个新的技术，甚至一个新的，你在感情关系里，你可能会甚至发展出一个你的另一半也很能接受，然后你的另一半想不到的一些精进感情的一些想法。你如果都不说，都不表达，你怕你说了会被人家反对，你都不说，那其实有很多好事都不会发生。所以你要把自己看得再重要一点，对自己有信心，把你的这个自信，孔雀的自信拿出来，相信大家是会聆听，会跟着你去改变，但是你自己要先改变。你只要勇敢连接你的高我，去倾听你接收到的讯息，你的想法，你会开发出一个全新的很美好的世界。你看这个绿色的大地，然后有非常多的湖泊、河流、瀑布，一个全新，还有彩虹。这个美好的世界，你想要过去，你想要生活的世界，要由你自己创造。OK， 我们现在来抽塔罗牌，看你们想问的这个到
道路是不是正确的道路。刚刚在分析你们的个性能量，如果有对应的话，就可以继续看下去；如果没有对应到，就跳出去选择其他的牌组。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是帮你们抽到的塔罗。我要讲你们第一张 The Hermit 隐士牌 Clarification 是 Queen of Swords。你们抽到第一个牌组的人，除了刚刚我讲的风象能量双子、天秤、水瓶，你们也很有可能有非常大的成分是处女座，有很强的处女能量。所以我从这边看，感觉你们一个说法是你们花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在省思，你们可能有一段时间比较疏离，对你的亲朋好友比较疏离，因为你会自己躲起来，给自己很多独处时间，让自己去思考你接下来的人生方向。如果是感情的话，你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不管感情还是事业，你都是一个非常理智、懂得思考的人。所以如果你问的是事业、学业，你可能会在思考说，你可能开始对你目前做的事情有一些疑问跟怀疑，是不是真的这是自己，所以你才会来看嘛，因为你在怀疑是不是自己的方向。所以你给自己很多独处的时间，让自己反省，你从以前到现在你是谁，你要的是什么，你接下来应该往哪里走。而感情也是，你这段关系可能出现一些问题，让你去思考，可能会触发一些你过去情感上的经验或受的伤害，而让你想要跟你的伴侣有一些距离，让你思考这段感情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办，往哪里走。所以你是非常清楚，你这段反省时光让你有一个非常可能已经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方向。宝剑皇后是一个很懂得断舍离的人，你从隐士出来，这段隐士时间也可能是你在挑灯夜战，你可能已经知道自己要往哪一个方向走，所以你用这段时间不断的去做研究，去收集资料，就是对你未来要走的方向有帮助的一些知识讯息。如果是感情，你可能是会在看一些书，一些 YouTube 频道来帮助自己怎么样对待你的伴侣，怎么样让感情关系更进一步。那同时你也有可能是从事跟教学管理有关，那你也有可能是有自己的生意，你是一个经营者，你也可以是一个顾问，或者是人事管理，就是跟思考、编辑，甚至是跟法律有关的任何需要动脑的工作。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人，如果你不是学生的话，我觉得你是在思考跟感情有关的东西，你是在读取跟两性相处，你在思考跟两性相处有关的东西。如果跟感情无关的话，那你就是在寻找，你可能想要往一个你比较有热情的职业方向去走，然后你在研究跟这个行业有关的资料，因为粉红色是跟情感有关，在这张牌卡里面的隐士，所以你在读取，你是在研究或者是反省一个关于跟你的情感有关的东西，让你可以感受到浪漫或是感受到情感满足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宝剑皇后，她手上她的剑很小一支而她手上拿的不是剑，是一朵红玫瑰。所以你是一个等待一个你值得把这个红玫瑰献出去的人，
而很少这个人很少，因为你很挑剔，你很理智，看得很清楚。我不知道你找到这个人了没有，你在等待把这个玫瑰递出去。接收的可以是一个情感关系的对象，或者是一个公司，你可能在思考哪一个公司值得你这个人才也是有可能的。你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冷面冰山美人，冰山美男，但是你有一个很色彩丰富的情感在你的内心里面，不知道有谁有荣幸可以得到你的爱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你可能因为非常害怕损失，你很害怕出错，你很害怕失去金钱，失去这个机会，或者是你很怕错一步步步错，所以你会把自己弄得很思考很多，甚至是过度思考，过度冷静或过度理智。因为这边女皇的逆位代表的是在这条你思考的道路上，你缺乏了一种用爱的角度来看事情，用滋养的角度来看事情，或者是你的过度忧虑跟思考让你那种滋养的母爱，不应该说母爱，你的那种爱的感觉流失了，因为你太过担忧，然后太过焦虑，在这个你想的事情上面，你用了太多的脑力，而忘记你应该要用灵性去听你的直觉，用一种你选了是用爱来选择，你忘记用爱来选择，你反而用过度的分析说哪一个优点是哪些，缺点是哪些，而你在分析的过程里反而让自己越来越乱。那你这种过度思考也有可能会让你错失机会。所以这边钱币一的逆位就是在讲，要么就是因为你过度思考错失了机会，或者是因为你害怕流失金钱，或者是做错决定而让自己想太多，想太久。隐士牌，所以有可能某一部分选择1号牌的人，你们可能之前花太多的时间在思考上面，但是你们有宝剑女皇，所以如果你做好决定，其实你的决定是很快，但是在决定前的思考是有点长，而你中间有一个很明显的宝剑六。我觉得你目前应该是开始有一个概念了。宝剑六这张牌里面代表的是你好像已经看到你的方向，但是你还是在原地在等待，但是你这边已经可以很好的控制你的蛇，代表的是智慧，也代表的是蛇有很多种解释的方法，它可以是你的智慧，它也可以是你的狡猾的一面，而你牵着它在遛蛇，代表你这个人是可以很好控制你的要把你的聪明用在什么地方，但是如果有人对你不利或惹到你，你也会让他们知道你不是好惹的。而宝剑六一般来说，传统的韦特牌，宝剑六代表的是你终于已经让你到了一个 moment， 知道自己要往更平静的水域里面去航行，从一个惊涛骇浪里面航行到一个比较平静的水面上，所以你已经度过了，你会从思考很多，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从这个中间过渡期慢慢的知道自己的方向，而往那个地方前进。而我要讲，在你往那边前进，我要告诉你，你的选择是对的。你这边抽到了一个美好的权杖一正位，这完全代表的是你掌握了
你在长期思考之后，你终于知道了方向。而这张牌是说勇敢去做，你决定了勇敢去做，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它可以代表你是一个新的事业上的开始，或者是进入一个新的学校、新的公司，或者是一个新的感情状态的开始，而你掌握了它。这张是正位，权杖一，你有这个 power， 你有这个 power 把你想要做的这件事引领到你想要的方向去。这边可能有的人是迪士尼控，这边有个迪士尼城堡，好可爱哟。either 迪士尼控或者是美少女战士控你有这个力量，你有这个魔力去执行你的计划，就是已经不要只是在思考了，马上努力行动。这个计划，这个感情关系会让你成为一个 emperor， 一个国王。国王是一个非常成熟稳重，你这边抽到很多大阿尔克纳牌，代表的是你现在目前思考的这条道路，这个决定对你的人生是有一个一定程度的影响跟重要性。所以你现在想的这个问题是对的，你在正确的道路上，你会为了这个想要执行的计划，想要成功的关系而成为一个国王。国王代表你会变得成熟，你会为了计划的成功变得非常的自律，非常懂得计划去达成你要的目标跟目的。你看这女生多帅啊！你将成为你人生的皇帝，你的人生的执行者。感情关系的上，你会为这段感情关系成为那个可以供给的人，供给的provider we say。 国王是那个非常正直，非常值得信赖，所以你在新的工作上，你的上司会非常信赖你，他会知道你的能力在哪里。如果你是一个生意人，你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经营者。你如果在情感关系里面，你就是那个把阳性能量平衡得很好的一个供给者。你会为了你的爱，你的伴侣去提供任何你可以给的东西，让他们有一个稳定的家，以及努力提供一个稳定的关系。Emperor 真的是很成熟的一个身份，所以他不但是物质的提供者，他也会在精神跟情感上努力的去让另一半感受到满足。而这边你有很多4号，所以国王4号，然后权杖4，所以去做吧，你的这条路是正确的方向，因为你会得到稳定，很棒的稳定性。而权杖4代表的是你往这个方向走，你就等着庆祝吧。权杖4是一个你可能会有婚礼，你会跟你的，有一个说法，这张卡也可以说你会跟你的灵魂伴侣或者是双生火焰，如果你相信这样的说法的话，你会跟他们团聚，你的事业会成功，你会享受到很多值得庆祝的时光，你会有一个家，你会成家立业的意思。只要你努力去做，把你的 chariot 战车牌正位，把你的情绪跟逻辑平衡好，不要再只有逻辑思考，同时你的情感也要满足你的选择，逻辑跟情感平衡好，往前冲，你就会得到你要的成果，你要的幸福美满。 Chariot 也代表的是巨蟹座，水象能量巨蟹座的牌卡，所以你们自己对应。 The Emperor 是牡羊吗？对，皇帝是代表牡羊座火象能量，然后你又有权杖1，所以这组牌的人有几乎什么都有，风象、水象、火象，
都有，好像没有，有一个土象，有一点点土象，这边也有。OK， 这组牌几乎什么能量都有，但是大阿尔克纳这样感觉是比较火象、风象的人。那我刚刚补充一下，我虽然说皇帝牌代表的是你也会尽力让情感去满足你的另一半，但是你们还是没有办法像比如说圣杯国王那么以情感为主，所以你们可能还是会偏向理性一点，给予物质的供给，而比较不是那种浪漫派或者是讲甜言蜜语的那种人。这样整体来说，这个方向是对的哟。然后这边是底牌，钱币8正位跟很妙的宝剑8逆位，刚好都是8。所以你只要不要再把自己困在自己的恐惧里面，走出去，开始执行你的计划，开始追求这段情感关系，然后努力的一步一脚印去做学习，然后去创造你的路。我们刚刚帮你抽到的这个神谕卡，就是讲说创造，不要去盲从别人的道路，你不要再害怕，觉得自己做不到，你做得到的，你是 Emperor。所以钱币8代表的是说，不要放弃，努力继续去做，你可以收到很圆满你要的果实。再来帮你们抽2张神谕卡，看宇宙对你们往这个道路走有什么建议。这2张我觉得真的很美妙。一张是 No Expectations， 22号牌。 No Expectations 就是不要太多期望，但是这不是表面，不要只看这个表面的意思哦，我会解释。第2张牌是 Action leads to success， 这边有6只龙，1号牌。Action leads to success 就是我刚刚讲的，不要再想了，去做吧，因为做了你就会享受你自己开出的这个新的道路的成功，你会很多庆祝，你会很丰盛。然后6只龙，我觉得它代表的是权杖6，权杖6就是凯旋归来，然后会有被很多人仰慕，被很多人追随，在镁光灯下的感觉，你会受到非常丰沛的情感的满足，成就感。所以这个是说 just do it， OK。 那这张牌 No Expectations 非常重要，因为呢在你执行这个计划，你走在这条道路上，不要太去在乎结果什么时候到来，你要的那个完满什么时候达成。你要有耐心，因为我们在地球上很多事情都不是一触可及的，所以你只要了解你的方向在哪里，你有去研究，你拥有所有可以达成目标的知识资源，你一定会达到你要的成果，完满的成果，但是要给他时间。 So no expectation 是说在这个过程里不要一直去想什么时候成功，什么时候成功，因为你是6只龙，不是只有1只，你一定会成功。所以呢，放下那个对时间的执着，放下那个人类想要控制什么东西要什么时候到来的那种控制欲，放下它，去臣服给宇宙，宇宙会帮你，会带给你最完美的时间点，让你达到那个成功。 OK， 你有那个钥匙，你是这只黑豹，你又是豹又是龙，太 too amazing。 OK， you're amazing， 你是又可以带给大家欢乐，又美丽，然后又拥有成功的特质的人，你只要就是不要再害怕，你一定可以变成你想要变成的那个人，创造你想要的职业，建造你想要的
美好的关系跟家庭。OK，我希望大家喜欢这样的读牌，这种主题的读牌，然后不要害羞，欢迎大家在留言处告诉我们，这样的主题对你们有没有帮助？然后，因为我没有去，我不知道你们想的问题的方向是什么，所以我所有都会囊括进来，感情、事业都会讲。然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读牌，欢迎帮这支影片按赞，分享给你的朋友，给有需要的人，然后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告诉大家分享你们的故事好吗？然后感谢你们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好，我们现在来到选择2号牌组的朋友，你们选的是这个蓝色的水晶，把它放这边。你们抽到的第一张代表你们个性能量的牌，以及你们抽到其实有2张，然后动物的牌卡有3张，这样看得到吗？可以吼，这样好了。好，抽到2号牌组的人，你们有来自猎户座的能量，有一部分的人可能是 Star Seeds， 然后你们的人生课题是业力关系。你们来到这个地球，会一直经历不同的业力关系，不只是情感关系，也有可能是血缘关系，或者是朋友。你们的这些业力关系都是前世带来的，或者是之前在别的星球、别的维度，就已经遇见的关系，这一世来到地球要继续去学习，去从这个课程毕业。如果你的前世没有毕业的话，没有修成，没有学到这个业力关系的带给你的知识的话，你会在这一世继续去修炼，就是有一点像岩壁的感觉。所以你可能会觉得，你们选择到这一组的人，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会一直被人际关系困扰，你可能会在公司或在学校会碰到一些某一些部分是你们会一直碰到对你有不友善态度的人，某一部分是会碰到一种让你吸引你，但是却又会互相伤害的人际关系，让你离不开，你知道应该离开却离不开的人际关系，这些就是各式各样的业力关系。而你们选择2号牌组的人，这一世一直经历这些，就是为了让你成长。你们在地球的任务是要经由各式各样的业力关系来帮助你们修得一些功课。当你们学成了，你们可能就可以从地球毕业到下一个地方，或者甚至是就不用再继续转世。我讲的这些当然是给如果有宗教信仰，或者是你们也有在对这种星际种子这些理论有兴趣的人，你们可以听。但是如果不相信的人的话，没关系，你就是当参考。因为人际关系都是一种连结，是一种世界上几亿人口，为什么你们会遇到这些人？是不是？因为是有目的性的，有原因的。你们可能会因为这些各式各样的业力关系造成你们的困扰。你们如果还没有看清楚你们在这边的功课，你没有看清楚这种业力关系的本质的话，你会一直用一种非常可能愤世嫉俗啦，或者是怨天尤人的态度来看待这些遇到的人跟事，跟他们制造的事。但是如果你今天来看读牌知道了，或者是你有看很多很多的
其他的塔罗占卜可能也会告诉你一些相关的讯息的话，你可以开始这2张牌，就是说你要开始认知你要修的功课，然后开始要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你在这一世碰到的任何的人跟事。这张 perspective 它的 image 影像很清楚的告诉你，我们身在地球会常常被尘世俗世干扰，然后把我们锁在一个就像井底之蛙一样，我们会被烦人的事缠身，然后让我们困在一个很小很小的井里面，一个很小的眼界里面，然后把身边发生的事情看得很大很严重。这张卡要说，你如果真的是星际种子，有些人是来自猎户座星群，你们来到地球是有使命有功课的。转世前的你看你是在这浩瀚的宇宙看着地球，看着你即将要降生的地球，地球是如此的渺小，人类是如此的渺小。这张卡要请你记得，你是来自更高远的目的，你来到地球有更高远的目的，你是之前生活在一个更完全不一样的环境，一个世界，是我们人类的逻辑跟脑袋没有办法想象的世界。所以在地球发生的任何事，你碰到的任何人都渺小到微不足道，这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影响你的。把自己放得远一点，把这个世界地球上的事看得淡一点小一点，你会突然心胸开阔，发现很多事情都没有那么重要。你如果知道自己要走的方向，这是你的功课。就像如果要考大学，最后的你要毕业，最后要让那个大学接受你是最重要的事。那你中间碰到比如说参加社团活动啊，某一科的成绩没那么好啊，这些其实都不太会影响到最后的总体成绩，因为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要一起综合来判断这个大学会不会接受你，或者是这个大学接受你的原因根本跟你的成绩没有关系，也是有可能的。我们不要只说台湾的大学，我们可以说其他国外的西方世界的大学，他们接受学生有各式各样的原因。所以我们在人生在世的过程都只是一个学习，你把这些都只看成一个学习，你就会心胸会开阔很多。你把这些碰到的你以为是小人的人，你把他们看成是让你可以顺利在地球毕业的一个指导功课。就像那个电影，如果你有看那叫什么 Everywhere Everything at the Same Time， 妈的多重宇宙，最近不是在奥斯卡大放异彩哦，我喜欢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它其实成本很低，可是有些人觉得它的剧本一团混乱，但是只看到剧本很混乱的人，没有看到这个剧情的核心是什么。这个剧情的核心就是为什么这么多我们人类的角度看起来很荒唐的事情会发生，居然可以写在这个剧本里。因为我们的人类角度很狭隘，因为我们人类只看到我们目前的科技可以观看到的事情，我们就以为这些是唯一存在的事实，但其实不是。宇宙是非常大很浩瀚的，我们可能不只有一个宇宙，我们还有其他的维度，可能有其他的宇宙，而这个宇宙长得可能跟我们的宇宙长得又不一样。所以 nothing really matters， 你现在知道的科技知识都不重要，因为还有更广阔的知识是你还没有发现的。
然后妈的多重宇宙最后用 bagel 最后很感人的地方就是他们是在讲爱嘛，只要有爱其他事情都不重要。如果还没有看这部电影的话，你们选择2号牌组的人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电影，因为我觉得可能会给你一些启发。Karmic Relationship 这张牌就是宇宙建议你们从现在开始，你看事情的角度除了要远一点，同时用爱的角度去看。你用爱的角度去看事情，你会发现说，这个人今天这样对你，有可能是因为他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就算他的个性本来就很不好，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父母教育的问题或怎么样，就是尽量去 put yourself into other people's shoes。很少很少的情况才会真的碰到恶人啊，那这种恶人我们就是离远一点就好了。恶人也是并不会很重要，你都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在情感关系里面也是两个不同的个体组在一起，本来就会有不同的冲突。你们选择2号牌组的人，就是从冲突里面来成长，来获得人生的功课跟历练，让你们各式各样人际关系会越来越顺遂。我必须要讲，我在帮你们选择水晶的时候，我还没有读你们的神谕卡，但是非常巧妙的就是你们这张 Black Egg， 然后还有 Panther 都在讲你们的喉轮跟沟通的能力。你们这一组人应该是，因为如果你们是 Starseed， 你们是属于还蛮 magical 的 creature， 就是说你们有那个潜能去用灵性的角度来表达事情，你们有那个潜能。如果说比较讲比较浅一点，就是你们可能有那个潜能去修行到一种可以纵观全局，看淡尘世的那种境界。因为 Dragonfly 代表的是你们有一种 magic， 有一种魔力，是可能你周遭的人一般没有的。同时你们选择这一组的人有风象以及火象的能量。风象就是双子、水瓶、天秤，火象就是狮子、牡羊跟射手。所以你们会常常运用到风象的能量去沟通表达，你们应该沟通表达很厉害。Black Egg 黑色的蛋，这个蛋里面包含的是你们追求真实，追求 the truth， 追求真实的这个欲望，这个目的目标，你的人生就是一直在追寻什么是真实。这非常对应了风象的能量，也有可能是水星的能量，也就是处女跟双子座。有一种情况是你们会过度思考，过度思考，过度去打破砂锅问到底，所以这样的性格跟态度就是比较会容易造成冲突，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他的真实是什么。我们在事实上很多人类其实还不懂得他们自己是谁，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回答你他的为什么讲这个话，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他自己要的是什么。但是当你是一个非常真知灼见，你是很懂得去看事情背后的真实面向本质，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你一样。所以当你创造了冲突，或者是别人导致了一些冲突，你就会拿出你的火象能量的 Panther 去应对，去 fighting， 去奋战，所以就会伤害到人。
你们选择2号牌组的人是有写作的才能，你们可能是作家、音乐家、歌手，任何跟沟通表达有关的，或者是演讲者，你可以是 consultant， 可能是需要到公司各地的一些公司行号企业去传授知识、去演讲，或者是你是教师，就是你是一个传讯的人。所以当你们拿出火象的 Panther 的能量去面对冲突的时候，你的正向的部分是说你会很勇敢，你不怕面对冲突。但是如果你会觉得有人真的要跟你冲突，要吵架 ，OK 来啊，你会拿出你的口才，把别人打趴，或者是你的愤怒，你的 Panther 的愤怒会毁灭很多东西，你会创造很多伤害，但是你会觉得，因为你是团火是可以燃烧，火毁灭东西是为了 cleansing， 是为了 purify， 怎么说啊？就是你的火的能量创造出的冲突会毁灭一切，但是这个毁灭一切也代表的正向的方向就是你清空，你净空了，你净化了这些能量场，你把这个情况环境重新 reset， 从零开始。所以当 Panther 创造了冲突或参与了一个冲突，当事情尘埃落定之后，其实事情是会往好的方向发展。这也就是回到这张星际种子卡，你就是要从冲突里面去重生。你要讲重生吗？这样很像凤凰。你就是要从冲突里面把事情变好，把功课学成。所以不要害怕冲突，但是同时宇宙也建议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你冲突的状态，怎么样面对冲突，怎么样去表达。这边宇宙建议你先净化你的空间，断舍离，把不要的东西丢掉清掉，然后这个能量场就会顺。然后 Dragonfly 跟 Black Egg 是说你能量不好的话，你的口才会变成用在一些很无谓的事情上，比如说去嚼舌根啊，八卦呀。但是你的才华不仅止于此，所以净化你的空间，然后多做呼吸，多让自己平静下来，你就才能懂得把你的这个能力用在传授更重要的想法知识上面。所以下次又遇到人际关系上面的冲突的时候，记住深呼吸，然后让自己跳出来，你就会看到说，哦，其实这个冲突不值得，是否真的需要跟这个人争论，需要跟他吵架吗？还是你可以一走了之？这是宇宙给你的建议。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虽然你们觉得神谕卡好像讲的跟你的目标没关系，但是我觉得是有关的，因为先分析了你的态度、个性，会帮助你在你的人生道路选择上是否做对的选择，跟如何达成你想要的目标。我们现在抽塔罗牌来看你们现在目前想的这个问题，这个道路是不是正确的，适合你的。好，第二组朋友，你们的状况还蛮内心很多小剧场，很澎湃，然后你们也是很多大阿尔克纳，可是很多大阿尔克纳都是逆位。我不知道你们碰到什么问题，我先从如果是跟职业、学业相关的话，你们是一开始你们之前处在一个休息然后思考的状态，你们在2个选择之间徘徊了好长一段时间。面对这个选择，其实你们一直是处在一个
你们希望靠自己去找到答案，你们不太想要听到旁边的闲杂人等的一些耳语建议，这对你其他人的一些话呀建议会带给你混乱跟困扰，亦或是你其实去问了别人的建议，但是别人的建议反而没有给你帮助，反而让你更混乱。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独处跟考虑休息，你可能会把自己锁在家里，然后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办。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你其实有一点点开始知道自己要的方向是什么。这边跳出，我在帮你们抽这2张牌的时候，又跳出了一张 Chariot 战车正位。我觉得你们的潜意识其实很想要，这张是一个巨蟹座牌，你们的潜意识其实很想要直接冲了，就是你的潜意识已经做了选择，而且想要直接去执行。如果是感情的话，那就是也是你为了这个感情要不要，你可能有2个选择，2个对象，你在思考，你可能在思考要不要进展到下一个阶段，或者是2个人之间要不要舍弃旧的关系，进入新的关系。而你的潜意识其实已经做了选择，你可能很想就直接进入跟同样一个人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或者是选择那个新的人，然后跟旧的人分开。因为这边有一个 Ace of Pentacles 跟 High Priestess 钱币1正位，你们事业上的话，就是你在休息思考后决定的那个选择，你知道是可以带给你，是一个新的机会，一个好的机会，会带给你实质收获的一个机会，金钱上的，名声上的，你看准了它，你知道它对你是有好处的，而且你这个选择是倾听你的直觉女祭司牌正位，你是透过，如果你是星际种子，你应该直觉是蛮敏锐的，所以你是透过聆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做了这个选择，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一些研究做功课，而且你对这个选择应该是很有期望，觉得很有未来，你的直觉是很强烈的。But 如果你有水象的成分的话，我有说这一组有风象火象，然后也有水象，你的水象的能量给你带来了困扰。 The Moon， 因为这张月亮逆位代表的是你被你的恐惧淹没了，然后你没有办法看清楚恐惧的真实面貌，你让你的恐惧控制了你，你没有办法去，你可能思虑过多，你的恐惧让你焦虑，带给你过多的思考，然后又创造更多的恐怖的幻想，可能你会觉得就算是一个好机会，可是可能之后会带给你什么样的灾难，或者是跟这个人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纷争，而这个恐惧让你停滞不前。这个是宝剑6的逆位，你已经没有办法再控制你的，你被你的自己创造的剧情，可怕的剧情给控制了，导致你没有办法往前，然后你活在你的那个内心的恐惧制造的惊涛骇浪里面。这边还有一个可能性是说，你有可能某一部分的人可能是跟父母居住，或者你的另一半可能比较有比你好的职业，或者是比你高的薪水。你们选择2号牌组某一部分的人可能处在一个你有一些事情让你觉得自己好像有点没有用，对自己没有自信，
而这些东西是你自己脑子创造出来的，其实别人可能没有这样想。比如说，如果你是跟父母住，你可能会觉得你的另一半会看不起你，然后你对自己因为对自己看不起，然后意志消沉，然后就不想要，就算明明这个你想要做的计划是很有愿景的，但是你对自己的意志消沉，让你没有办法向前迈进，然后会让你觉得啊，有什么用？反正也还没有成啊，或者是还要花好久的时间才会成功，谁知道会不会成功？所以你就干脆不做了，就是类似这种心态。或者是说你的另一半可能职位比你好，地位比你高或什么的，就是让你自己有点自我毁灭sabotage，不，自我毁灭太严重了，就是有一种自己限制了自己，然后不让自己成长，然后让自己放弃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因为对自己的不自信而导致就想说算啦，反正也不重要，做不做都没有关系啦，或者是你跟情感对象有争执，想说哎，我这么没有用，就算去讨他欢心也没有什么必要，因为我本质就比较差呀，或者就是你会自己创造这种小剧场。那再严重一点，甚至有的人会去就是让自己糜烂啊，然后更去做一些你的另一半不想你做的事情啊，或者是说如果是在职场上的话，可能你的上司表达了一些对你的不满，你就想说好啊，没关系啊，我就是没能力啊，所以嘞你就干脆不做，或者是就每天上班就是嗑瓜子，然后跟同事聊天，你就会更让自己去处在这种你说我烂我就烂给你看的状态。你的 Queen of Swords 宝剑女皇逆位，你真的是被你对自己批判太严重，你太常批判自己，这些东西都是不必要的，因为别的人并没有这样看你，因为你对自己要求高，所以你可能是完美主义者，对自己要求高，然后你觉得你没有达成你自己心目中想要变成的那个人，而这些负面的情绪跟对自己负面的想法让自己会变得 bitter， 就是你可能会变得讽刺啦，或者是就是比较一种不成熟的态度去面对外界的人，会变得比较冷酷，比较刻薄，导致你不愿意，如果是感情关系，导致你不愿意承诺进入下一个阶段，或者是不愿意，你就是摆烂的状态。如果是面对2个感情对象，你可能会直接就是不做选择，不给新的对象承诺，然后又继续跟旧的关系在一起，但是还是继续，你知道吗？你就是会把关系弄得很复杂，因为你的对自己的没有自信造成这种混乱，而把事情处理得很不流畅，你知道我意思。那职场上可能就是其实你想要自己好，但是你又觉得自己以为自己没有能力变好，那你就干脆放弃自己，然后就不愿意再做 commitment， 就是再投入更多的心力在你的工作里面，而导致可能同事或者是上司就更不看重你，就是你自己会有创造这个意向，然后走向这个方向，但是其实你这边有2张很棒的牌，宝剑女王反位也代表着你虽然知道你的直觉做了对的选择，但是你没有去听从它，往那个对的方向走，你让你的恐惧控制了你，妨碍了你的好的发展。这边牌的牌底，钱币国王的逆位，然后很妙的是解释牌是
钱币女皇的正位，所以你是一个很有才的人。钱币女王的正位是说，你是一个很值得信赖的人，然后你是一个很有生意眼光的人，就是说你其实是可以找出很好的点子，然后召唤金钱的一个女巫。这张牌上面你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你可能只是说需要花一点时间跟努力去学习怎么样把你好的点子眼光选择的标的变成实质上有利益的存在。你要去学习说要怎么样去执行，怎么样去计划，怎么样去找资源，然后怎么样整合资源。因为你没有这些知识，所以你还只是钱币国王的逆位，但是你有钱币女皇的资质了，所以你不要听信你对自己的批评、批判、恐惧，你就会变成，你给自己时间，你就会变成钱币国王的正位。所以你们这一组人有可能是有 self-sabotage 的本能倾向，就是自我毁灭的倾向。好了，我讲毁灭，因为我不知道用什么其他的词，因为我现在中文越来越差，所以很抱歉。讲自我毁灭有点严重，但是你们就是会有一种，就算你们有好的创意、好的人在你的身边，你也会因为被自己的负面思考而让事情没有办法发展的这个特性倾向。所以你们的这个道路正不正确，它可以是正确的，但是就是看你们自己怎么去让自己能够维持在这个正确的道路上。因为你们应该已经做出正确的选择了。你们在想事情，你们在做选择、想事情的时候，不要被自己的优点，不要让自己的优点成为了你的限制。你追求真实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不要过度思考，不要每一件事情都要看到底。你们会把这个追求真实的好处用在自己身上，把自己批判到淋漓尽致，而导致没有办法往前进，然后克制自己的脾气。冲突是有帮助的，但是能量不好的时候，只是为了冲突而冲突，那就是对你没有帮助，也是会把事情搞坏，把关系搞坏。我们现在来抽另外一个神谕卡，看宇宙对你有什么建议。Amazing, very amazing。我在帮你们抽神谕卡的时候，一直不出来，然后抽了一阵子出来了一张，就一张，然后我就听到好像 Spirit 是说，该讲的你都讲了，所以我们就只给最后一个建议，就是 Destiny Path。这张卡真的是宇宙给你的，宇宙给你的确认信函。不要再疑惑，不要再质疑。这张卡就是说，这就是你的道路，你的神圣使命，你该走的路。Destiny 是命运，命运之路。OK， 还需要解释吗？这张里面有2条蛇，然后2只蜜蜂跟2只真实之眼。你代表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不管你再怎么作不要讲作，不管你再怎么自我毁灭，命运还是会带着你去达成，去做你应该做的使命，只是可能会绕个远路，时间久一点。蛇代表的是，这叫做 King Snake， 中文我不知道，直翻就是国王蛇如果你知道真实名称的，可以在那个 comment 里面跟我说。你们这张牌是说，你们有能力可以把
最糟糕的情况转化成对你有利的情况，你是有这个才能的。因为这条蛇可以吃比它还大只的蛇，所以意思是说，其实没有什么困难是难得倒你。你就算碰到再多的冲突，你只要运用你去连接高我，用一些比较高龄的智慧去处理这些冲突，处理一些比较不顺遂的情况，你是可以把事情导向正位。所以这张卡也代表的是说，请不要再怀疑自己了，你的直觉告诉你的方向就是正确的方向。 OK， 它会带给你非常大的满足跟成功。所以你是那个你的命运在你的手里，宇宙帮你安排了，但是你要怎么去执行它，那是你人类自由意志的选择。你要快快的把它完成达成，快快的享受成功，还是要绕一点远路到比较晚一点的年纪再享受到成功，这是你的决定。好啦，所以我希望今天的读牌能够帮你找到方向，对你有帮助。相信自己好吗？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你是一个炼金术士，可以这么说。这张卡35号加起来是8，也代表了你的内在能量是很强烈的，你是 Panther， 好好的运用你的这些 Panther 的能量跟你的智慧，你的沟通才能，用蓝色的水晶来加强你的喉轮，让你可以说出美妙的话语，懂得沟通，而不是只有冲突，好吗？那如果喜欢这次的读牌，请帮我按赞，然后追踪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分享给你有需要的朋友，然后欢迎在留言处分享给大家你们的故事。那如果还有其他想听的各种主题，也可以告诉我。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好，现在我们来到牌组3的朋友，你们选到的是这个青绿色水晶，它代表的是心轮，然后代表你们个性能量牌卡是这一张，以及哒哒，这一组我先讲一下你们的动物神谕卡，你们抽到了 Unicorn 独角兽，还有 Wolf 狼，所以这一组的人可能会有一些土象的能量在你们的星盘里面。这个 Wolf 讲的是说，你们是不畏惧困难的一群人，然后你们非常注重家庭，因为 Wolf 他们是需要跟他们的群体一起生存的。我们说 Wolf Pack， 狼一出现都是一群一起出现，一起狩猎，然后他们是群居的动物，所以你是需要，这样讲起来就是你也是一个群居的动物，你是需要在你的有些人是非常需要家庭成员的支持，需要被家庭成员围绕，或者是需要你的朋友围绕。你们总是需要一群人让你们会感到有力量跟安全感，或者是你有你自己的群体，比如说宗教的团体，或者是你们这张卡也代表的是有一部分的人是非常的人道主义，很注重比如说环境变迁，你们可能会参加环保团体，动物保护团体，这种需要群体一起为了一个很有意义，对社会对地球有帮助的一些群体。 I lost my train of thoughts 好，我重新 rephrase， sorry， 我的中文有时候讲一讲就迷失了。因为你们是非常注重环保，注重提升人类社会利益，然后非常看不惯任何
地球上那些残忍的，或者是不注重人权，或者是不注重动物权利，各式各样，你们很讨厌看到这种不和谐的事情发生，所以你们很容易参加这些保育团体或者是政治团体，你们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人类更好，然后保护人类，保护世界上地球上的动物、植物等等，所以你们很容易就参加入一个群体里面，然后跟大家一起合作，然后来提倡一些很好的目的。然后 Unicorn 这一张这张狼也是说，你们平衡的时候就是非常会保护你的家庭，任何你的组织里的人，也很有保护性。但是不和谐的时候，你会变得控制欲，然后会变得有点像皇帝牌，就是你会有一点点皇帝牌，或者是那个叫什么教皇牌，会有一点控制欲跟保护欲太强，会逼着别人要照你的意思走，这是你们不平衡的时候会表现出来的能量。因为你会觉得你是为了他们好，所以大家你的决定就是最正确的，大家应该要照你这样走。但是有的时候你要想一下，你要用一些比较新颖的概念跟方式接受别人的意见，然后融会贯通，大家一起合作，事情可能也会变得更好，不一定只能照你的意思做。那这一张独角兽是说，你们这一组人这最近或者是这几个月来正在经历 spiritual awakening， 就是灵性觉醒。你们正在打开你们的第三眼，不知道是因为有发生什么事情而导致你们掉入了这个可能对灵性世界的好奇，然后接触，进而发现自己有连接，就是直觉很强，你们的直觉很强，然后最近你们在开发它，强化它，在训练灵性的这个肌肉。你们这组人之前前两组我有说他们有这个潜能可以打开第三眼，但是你们这组人是直接正在打开第三眼，你们看有没有对应到？你们最近可能会常常听到，就是在做事的时候突然脑子会有一个想法，然后你照着这个想法去做，结果反而是对的。所以你们最近可能会一直处在一种很疑惑，你们相信灵性，你们相信直觉，可是又有点疑惑，是觉得说你是真的连接到高我了吗？你们可能会试着冥想什么的，然后会听到一些声音在脑海里面出现，通常你们会觉得那应该是高我在跟你讲话，指导灵在跟你讲话，可是因为你们只是正在觉醒中，还没有很熟悉这个领域，所以你常常也会在自我怀疑说，那应该是我脑子的声音吧？那真的是指导灵的声音吗？所以你们如果现在有些人选到第三副牌组，在经历这个状况，不要害怕，继续去冥想，继续去静心，慢慢的时间久了，你就会知道脑子里的声音是谁传来的，而且不要去怀疑它，怀疑是正常，但是随着时间你会越来越精通跟灵性连结这件事情。然后这两张 Star Seeds 神谕卡，你们部分的人可能会很喜欢旅行，或者是很想要，从小到大就会很特殊，会有一些地方一直在呼唤你，你从来没有去过，可是你就是很想去一探究竟，去看一看，因为你觉得那个地方在呼唤你。比如说最常见的例子，很多人都会被埃及金字塔呼唤，很想要去一探究竟。那通常是这些人可能在前世他们有在埃及生活过，或者是他的祖先是经历过埃及文明的，或者是他的指导灵，他的前世是埃及的神祇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地点会一直有强烈的吸引力，能量场会一直把他们拉过去，或者是英国的巨石阵也是有可能的，会一直让你感到非常的好奇，然后很想要一探究竟，你会觉得那是真的就是外星人创建的一个地标或怎么样的，就是你会有这些想法。这样的话，这张卡代表的是说，那没错，这些地点就是很神圣的一些特殊地点，跟你的前世或者是跟你的灵性连结是有关的，所以你才会一直觉得有被呼唤，很想要过去一探究竟的感觉。而如果你真的有机会，这张卡是建议你就去那边旅行，去你一直很想去的地方旅行，因为你会收到很奇妙特殊的连接，尤其是你现在在打开第三眼，像有一些人，我看YouTube 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宇宙闺蜜芬多奇嘛，那这个女生她是摄影师，然后她突然灵性觉醒，然后连接到她的指导灵叫芬多奇，然后她就去跟一群人去了冰岛。那冰岛这个地方跟我们大城市不一样，它是一个比较没有开发，还是很保持很自然原始的地理环境，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说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能量场，而这个能量场能够保存几千年来在那边存在的灵，各种的动物灵、生灵、指导灵，然后它的能量场会很容易让你跟你的第三眼或者是跟你的灵性连接成为一个通道，就好像连上了 WiFi， 你会更清楚的听到指导灵或者是天使要给你的讯息，就是类似这个意思啦。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那个芬多奇的频道。然后这一张 A New Earth， 刚刚有讲了，你们是人道主义，所以如果部分的你们是真的有在为了改善地球环境、增进人类的福祉而在做一些活动啊、政治团体呼吁啊什么的，这些很有意义的运动的话，这张卡是说你们可能已经执行很久，没有看到什么成效。这张卡是说不要放弃。It's happening, keep holding the vision. 你的愿望、你的愿景是正确的，是真的对这个世界有帮助的，不要放弃，因为你就快看到成效了。你的未来，对地球妄想美好的未来，就在所谓的那叫什么地平线 in the horizon， 就在地平线不远处，马上你就可以看到成果。现在地球在提平，地球为什么可以提平？就是靠你们这些人想要提升地球的人一直不停的努力，然后集体提升人类的意识，地球才有可能提平。所以你们的努力是有用的，不要放弃。那某一部分的人可能最近打开了第三眼，然后听到了很多很多你觉得很神奇的直觉指引你要往哪一些可能新的职业道路方向走，或者是新的感情的选择之类的。这张卡是说，如果你现在有开始一些新计划什么的，不要因为一下下没有看到成果就放弃。这张卡一样叫你要一直执行下去，因为其实就是在讲你选的道路是对的，然后成果很快会看见。 OK， 我们现在来抽，我要讲什么？塔罗牌看一下你们现在心里问的这个问题，这个方向选择是不是正确的道路。好，这边是帮你们抽到的塔罗牌。我这边有感觉有一部分的人，应该有蛮大部分的人是在问情感的问题，然后当然也有一部分的人是问职业发展上或者是学业，我两个都会讲。首先选到第三副牌组的人，你们可能就刚刚除了有土象的能量，
处女、摩羯、金牛，还有水象，尤其是天蝎跟双鱼，然后有一些火象跟一点点的风象，但你们的土跟水很强呀。你们过去是处在一种把自己沉浸在一种失落的状态，一种失落然后看不见新机会的状态，或者是新机会展现在你面前，你也不想去领取它，不想去追逐它，不想要去征求它。你们终于最近有点醒过来的意思。圣杯四逆位，你们好像有一点受不了了，好像自己也受不了自己一直处在这种看不见新东西的状态，所以你们最近有一点决定说你要去找一些新的挑战，或者是比如说很简单的，就是可能要找一些想帮家里做一些新的布置啊，找一些新的装潢装饰啊，或者是调整一下家具位置啦，或者是今天走路的时候走一条新路啦，或是终于下载了一些一些 dating app 交友软体，想说好啊，要来看一下新人啊，就类似这个意思。因为你们这张解释牌是权杖国王，你们终于要采取行动了，也或者是说感情上的话，可能是一直有一些新人跟你招手，你之前都视而不见，但是你终于，因为我这边有讲嘛，你最近灵性有点开启，然后可能有一点打开你的眼界，你的精神，你的 vibration， 你的振动能量可能也提高了，所以权杖国王的意思是说，你掌握回你自己的权利，掌握回自己的命运，然后因为权杖国王是属于一个跟灵性连接很高的国王，然后你拿回你的那个火的能量，那种积极行动的能量，准备要来寻找新的东西、新的机会，不管是事业或者是感情上都是。那这边女祭司正位跟宝剑二正位，这两张都是2。很神奇的就是刚刚讲你们最近灵性觉醒，女祭司跟宝剑二这边就是很明显的宇宙确认你们选的第3组的朋友，你们是打开了第3眼，所以你们的灵感很强。这两张都在讲你们最近做选择，面对事情都是在靠你的直觉行事。这张宝剑二正位，你就很像那个武侠大片里面的女侠、大侠，你蒙着眼睛也可以知道敌人从哪里来，蒙着眼睛也可以知道剑要往哪里挥。通常宝剑二是比较负面，就是好像难以抉择什么的，但是这张卡给我强烈的感觉，这个月亮就是你的直觉，你眯着眼睛都不用看，你只要靠直觉，你就知道该往哪里走。所以这两张牌也表示，其实你内心已经知道你要做什么选择，或者是你们现在想的这个问题，这条道路是不是对的，你已经知道是不是了，不需要别人告诉你，因为你已经连接你的高我，你的灵感非常的强，直觉非常的正确，所以你们决定好要抛下过去。这两张4号圣杯4跟圣杯6的逆位都是逆位，圣杯6代表你之前可能一直沉浸在怀念过往啦，然后处在一个舒适圈啊，因为旧有的环境，认识很久的人让你比较有安全感，但是现在逆位了，代表是你终于用直觉，你的直觉告诉你应该要成长了，应该要出去走走了，应该要长大了。你们有些人可能是决定要进入一段新关系，决定要不要再用安全的方法来行事，就是你们可能以前都是很小心翼翼的人，你终于决定要开始冒险，所以感情上你可能会决定要跟一个新的人，就是一直跟你招手的某一个新的人，可能要跟他试试看要不要进入下一段关系，进入一个新
就是要不要跟他开启关系，或者是进入下一个阶段。而你的对象有可能是就是让你觉得他是一个 Queen of Pentacles， 是一个可以召唤金钱的女巫就是可能某一部分的人，你们决定跟这个潜在对象进展，是因为他让你感觉有安全感，不管这个人是女性还是男性，他有这个阴性的能量，这种温柔而坚定的能量，又很懂得有耐性，又很懂得精打细算，然后又很懂得比如说做饭或者是照顾植物，这种很 nurturing 的一个能量，很让你感到你受到照顾的一个能量，所以你愿意想说冒险看看跟他要不要走到下一步。那如果是职业的话，有可能是你们决定要换公司啦，或者是要离职然后自己创业啦。那学业有可能是你决定要换一个科目啦，换一个系啊，或者是换一个学校啊，因为你们感觉你们即将要进入的下一个新的地方是会给你带来安全感跟财富，你们走出旧的安全感，寻找一个新的安全感的意思。然后你们抽到死神牌，死神牌解释牌是圣杯骑士，然后很妙的是这两张刚好像水中的倒影，有发现吗？圣杯骑士是长这样吗？你看 unicorn， 然后是不是都是马？通常是这样啦，这样讲的话就是圣杯骑士，然后冥界就是死神跟马这样，但是你们现在是相反，所以你们的灵性觉醒把你们带入了一个新的旅程，你们终于开始，因为灵性觉醒的一些特征就是你会开始丢掉很多旧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先从丢掉旧衣服捐赠啊，然后或者是丢掉很多觉得家里不用的东西，然后到你身边的朋友，你可能会开始跟很多人断联，因为你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可能已经目标不一样，个性不一样，谈不来什么的，你会开始去清除掉一些没有办法再跟你有任何共感的人，甚至是家人、情人，所以你会有这些想要脱离舒适圈，然后寻找下一个新的目的地、新的目标，会带给你新鲜的活力、动力的想法。因为你知道你深深灵性觉醒，让你知道旧的东西已经没有办法再 serve 你，没有办法再帮助你，对你的成长完全没有帮助。所以死神卡代表的是说你的过去已经死了，你要走向新的未来，你的灵性觉醒把你带向新的你，而这个新的你进入到已经提平的时间线，已经提平的新的地球，就是你们这两张 Star Seed 卡在讲的。因为你很想要进入新的时间线，有一种受够过去那种旧的，有一种拖垮你的能量，你想要脱离那种感觉。那 Knight of Cups 逆位，我觉得这是过去的你从没有办法给予情感，没有办法做出承诺，或者是对你的旧的事业、旧的公司职务没有一个情感满足，或者是不愿意再付出多一点点给你做的工作，或者是你的情感对象的这种状态已经死了，现在是新的你。圣杯七的逆位也代表的是说，以前你会觉得身边的选择好多，或者是有太多的想法，反而让你没有办法做选择，让你有一种脑雾，然后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正确的这种情况已经过去了。你现在一系列的，你可能碰到一些事情，让你有这种灵性觉醒的过程，让你连接到
高我什么的，然后让你听到了你的直觉，让你终于让小我退到 behind the scene， 让你的直觉高我来引领你走到对的道路跟做对的选择。所以圣杯七逆位代表的是你终于知道要做什么选择，而且你知道哪一个是对的选择。而宝剑女皇的逆位，我觉得一个说法是这也是过去的你，因为你过去会无法面对，我们假设好了，可能有一些很多工作选项，然后你可能会故意不选那种很好的，或者是故意不去投履历，投到那种你其实是很想要进的公司什么的，那是因为你对自己批判很严重，你会找各式各样的理由，然后限制了自己的这个很有希望的未来，你不敢踏过去，因为你觉得你自己不够格。那感情也是，你们这组人可能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很高，然后可能过去有点没有自信，因为你们可能也会很会批判别人，所以你们也会批判自己。可是你批判自己的部分，别人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好批判的，就是他们还觉得可能是你的优点之类的，但是你都不知道。然后你的限制信念就是让你踌躇不前，没有办法做对自己有利的选择。这有一个说法是，如果是感情关系，你可能很想要，你终于决定好要跟谁进入下一步，但是你害怕这个人不会接受你，你害怕他会用一种很冷酷的方式来对待你，可能因为你之前对他不是很周到，没有及时回应他的感情，或者是可能你之前对他很冷酷、很冷漠，不接受他的情感之类的，但是你现在想要回来告诉他你想要跟他在一起，可是你怕他会用同样的方式来拒绝你，或者是给你难题，让你打退堂鼓。你们的牌底权杖一逆位跟宝剑八逆位，其实这每一张卡都是在讲说你终于醒来了啦，然后你终于可以做出决定，你终于愿意从以前的那些旧的回忆，这边有很多 video game 都是老的那种80年代90年代的电玩，然后你被这些旧的东西缠住，无法动弹，这是过去的你。你现在终于愿意把金蝉脱壳，像蛇一样蜕皮，然后变成再长新的皮。这个春天，这个春分开始有非常强的能量转换，所以很多人都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新的境界，变成一个新的自己。所以你们就是很强烈感受到这个新的能量场的一族，你们终于愿意不再把自己困在过去的创伤、过去的经历里面，然后要握住这个权杖。但是我要讲的是说，你们心里想的，你们只要听你们的直觉就对了，这条是不是对的道路？你的直觉说是的话就是，但是你在这个路上还是会碰到很多情况，会让你抓的这个机会可能会 delay， 你可能会没有办法马上的抓到这个机会，或者是你在执行这个新计划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马上的完成或达到目的，但是你还是这个机会还是存在的，就是你要抓住它，只是它的过程可能会有一点缓慢或者是延迟。可能比如说你现在如果在创业，你这个创业的过程，这是一个对的创业选择，但是要等它发光发热可能要一段时间，要被大家看见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或者是你终于跟这个感情对象提出来
想要在一起之类的，那你可能这个感情对象会需要一段时间来思考决定要不要跟你在一起，或者是你们可能会中间有一些阻碍，可能谁要出国，或者是这张圣杯六逆位也代表有一些人可能甚至是出国去工作，因为这个工作会带给你很多的富足。那如果你们有出国，可能这就会是发展感情的一个障碍。这个障碍不代表你们不能在一起，这个障碍只是代表说你们可能没有办法常见面，所以你们互相熟悉，然后增进感情的速度就会慢一点。所以这是这个权杖一逆位的意思。那我们现在来抽一下最后的神谕卡，看宇宙有没有给你什么建议。好，这边是帮你们抽到的神谕卡，你们这一组宇宙给了比较多张，然后我看了牌底，我觉得对你们也很有意义，所以我就把它秀出来了。很可爱。你们这组其实抽了这么多牌，讲的都是同样的事情。宇宙希望你们接受这一次灵性觉醒的旅程，因为这是你们注定要经历的，而这个旅程会真的帮助你们去达到你想要的目标，不管你的目标是人道主义相关，还是找到你的双生火焰之类的那个灵魂伴侣。我们现在有很多所谓双生火焰的情况，我觉得就是跟地球提平有关，因为你们可以去 Google 啦。我的意思说，当双生火焰如果遇见然后结合的时候，会帮助地球提平。这个东西有点悬，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再去自己去搜寻一下。但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这组人有很高的一个想望，所以但是你们是处在人类世界，所以很正常，就是你们会被困在一开始还是被困在人类的身体、人类脑袋的恐惧。这张卡是说，刚已经讲了很多遍，你们有第三眼开通，你们在开你的第三眼。Raven 黑色乌鸦就是代表第三眼很强的人的动物，但是你们一直被人类脑袋创造的恐惧遮蔽了第三眼，而这个恐惧是从你的小时候、你的成长过程遇到的所有的事情，所有带给你的创伤，你为了保护自己而产生的恐惧。现在宇宙说，你如果现在知道自己有更大的目标要走，你要先认识自己，回想你的成长历程，你的恐惧是否有必要，解析完你的恐惧来自于哪里，是为了什么而出来的恐惧，然后去接受它，拥抱它。你害怕的东西，你就臣服，对，我就是怕这个，所以呢，你不用怕人家笑你，你不用怕人家 judge 你，你也不要 judge 自己。我讲一个很笨的例子好了，你如果很怕高，因为我很怕高，但是没有阻止我去做摩天轮或者是云霄飞车。我的意思说，因为我知道云霄飞车跟摩天轮可以带给我另外一种快乐跟快感，所以我面对我怕高的恐惧，因为我知道下一秒我就会有其他的一种很欢快的感觉，会超越我怕高的恐惧。所以宇宙在告诉你说，面对你的恐惧，接受它，它是存在的，它一定是跟你永远共存的，但是你有更强大的直觉的力量，会带你恐惧没有办法伤害你，你的直觉会保护你 OK， 所以你要去面对你的恐惧，然后相信你的直觉，相信你的高我会带领你走向你的道路。然后你现在目前灵性觉醒的过程产生的任何问题，你都请往内探索。一样啦，就是静坐冥想，接触大自然。你们这组人尤其需要，或者是多多旅行，去你想要去的地方，去连接整个
比如说去冰岛，去那种很神圣的地方，去连接宇宙，连接你的前世，你会得到，你会从你的内心去得到你想要的答案，不用往外寻找。 OK， 还有你们这一组人可能会经历过很多事情，让你们觉得没有希望，或者是一直在努力了这么久怎么都没有成果，或者是努力了这么久都还是没有办法碰到那个命中注定的人，或者是努力了好久都还是没有达到一个一定的成就。这张卡是说，这张卡跟这张卡是对应的。 A new earth is happening, keep holding the vision， 叫你不要放弃，因为你就快要看到地平线升起的那个结果，那个好的结果跟目的地。这张是说 almost there， 快到了，所以你看是一样的意思吧。 almost there， 要继续往前走，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放弃。你就是那个跑步比赛赛跑，然后到终点线前10公分你突然停了那种感觉。这张还有在讲说，你这一生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好事坏事，都是为了引领你走向你要的那个目标。你如果没有碰到那些创伤，你就不会有这个训练。所有的坏事对你都是一种训练，一个课程，然后这些课程会让你在看到好的结果，或者是终于遇到你要的那个人的那一刻的时候，全部拿出来使用，而让你得到你想要的成功 的意思。 OK， 然后这张 It's in you so cute， 这个是狮子吗？这么的温暖充满爱的狮子，然后它身上长满，从身体产生这么多绿水晶，然后有一颗绿色的爱心跟月亮。 It's in you， 然后还有第三眼，天哪，你们真的很厉害，所以真的不要再怀疑自己了，相信月亮是直觉，第三眼也是直觉，所以你的第三眼是可以打得非常开的。你不要再用脑子去怀疑你听到的声音到底是高我的声音还是你自己脑子想的声音。 OK， 你要相信它，把你自己往后倒，相信宇宙接住你，这种感觉。你的心轮真的要打开，心轮打开会帮助你更接收到你的高我讯息。水晶代表能量场，所以你是一个非常有灵性的狮子。你也可以去买绿色水啊，对啊，你看，天哪，实在太神奇我决定帮你们用绿色水晶的时候，我是不可能知道我会帮你们抽到这张卡的。 OK， 去买绿水晶吧。我们抽到第3号牌组的朋友，真的绿水晶会对你有帮助，会帮你敞开心胸，打开心轮，接受别人的爱，接受指导灵对你的爱，这样子更可以帮助你打开第3眼。 OK， 然后你会更有方向感，你会知道你做的选择是对的。我希望今天的读牌对你们有帮助，因为感觉你们是最近一直就是有产生非常困惑，有一种迷失的感觉，所以不要迷失，宇宙是你的爸爸妈妈，他们会帮你，他们是宇宙是爱你们的，一定会带你们走到你们要的道路。然后如果喜欢今天的 reading， 请帮我这支影片按赞，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然后一起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然后感谢你们的观看，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或者是跟我说接下来想听哪一类的主题好吗？谢谢你们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